장준 교수님이십니다. Professor Zhang, please. 큰 박수로 환영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You have 20 minutes.好，这个同样感谢朴总长能够邀请我们这个来自北京、上海的这个经济学者呢，能够在这里交流。的确，像易夫先生说的，就是在国内呢，我们要碰到一起，这个概率也是很小所以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那中国经济的这个中长期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全球的话题。现在这个关于中国崩溃或者中国这个经济要这个硬着陆的这种看法，现在很有市场因为在2天以前我们在上海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上面这个问题也是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唱衰的人应该是占据了我们整个这个会议的这个差不多1半以上那么成为一个压倒多数的一个声音那所以批评的声音很多。不过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其实要给大家一些正的能量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20年还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那么前面2位演讲者的这个看法我还是比较认同那我想我们有一些补充那这个大家知道，在过去的这个半年里面，李克强政府对中国经济出现短期的这个下降、经济的减速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做法因为通常大家都会认为说当这个经济开始出现这个减速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用更多的这个投资来把这个总的这个需求呢能够拉上去。可是因为在过去5年我想中国经济特别是因为08年这个 stimulus package 实施了以后出现了大量的过度投资的现象那么从企业跟这个政府2个层面上都出现这个所谓的这个过度的借贷所以就导致我们今天的这个信贷的规模以及这个信贷的存量都非常之大。那我们在经济学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遇到这个过高的这个负债率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减少对投资的这个需求。我想地方政府跟企业都会减少对这个投资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再次使用进一步的这个 stimulus， 那我想只会把这个巨大的负债的规模以及很高的这个负债率呢，只会把它拉上去，而不会降低。所以这样反而使我想未来经济下降的这个空间反而更加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克强政府采取了一个最初大家都不太认可的一个办法，就是能够做到所谓按兵不动。那所谓按兵不动，就是说我可能会允许这个经济往下走那么虽然我当然有一个底线但是我希望这个经济往下走的一个目的是能够逐步的来腾出这个空间，我们来短期里面进行一些调整也就是进行所谓这个 deleverage能够去杠杆化然后能够去更多的来清理一些库存那么压缩一些这个过度的产能。因为在过去5年，我想这个产能最多的增长的部分还是在跟这个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有关的所以我们的可能是就钢铁过剩水泥过剩等等，还是这样一些方面那么所以用了这样一些所谓不干预或者说去杠杆的这样一些政策我想还是为了这个让这个经济短期里面能够
不至于加大现有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能够让我们这个有一点时间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产能的这个调整。当然这个是短期，我想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这个外部的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在08年实施的这个4万亿的这个 stimulus 的这样一个做法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20年，我想它的增长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表象就是我想它的物质的资本跟人力的资本增长非常之快。我想这个也是东亚经济，包括日本曾经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出现的一个共性。那当这个资本积累无论是物质资本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积累都非常快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经济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它的这些所谓结构性的这种支持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的这些条件会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发生非常类似的变化因为正常情况下可能一个发展的经济体慢慢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会有些因素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几乎所有的这些支持增长的结构的因素可能都会出现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的变化的时候，那么就这个故事变得就比较有趣。比如说经过20年、30年的超长的这个增长之后呢，那比如说人口的因素在发生变化人口的老化变得非常的突出。比如说这个农村向城市的人口的转移的速度在经历了20年的非常快的转移之后，它也会慢慢的这个放松放慢。比如说教育的因素，今天大家也提到，其实在东亚包括中国这个其实教育的普及速度也非常之快所以我们的人口、我们的劳动力当中受教育的这个占比的这个增长速度也非常之快。那所有这些因素呢，其实对我们这个经济的增长未来的前景其实都有重要的含义那所以现在大家会说 OK， 那经过了这个20多年的这个超长增长之后，我们现在可能过去那个有大量的低技能的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这样的劳动力的数量，它的这个增长就会逐步的放缓。现在中国人口的增长大概也就是刚刚义夫先生说，大概可能都不到0.5%，0.5%都不到那么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所谓这个过去的能够维持的这个 hyper growth就超长的这种增长的这个源泉或者这些要素呢，那在未来呢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个曾经在日本在东亚4小龙里面呢都出现过。那么这个图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在那些所谓出现经济奇迹的这些东亚经济体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模式呢基本上也是这样子比如说红色的这根线就是日本比如说在经历了这个超长的增长之后，在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呢就出现明显的这个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非常之大，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目前其实不太能够解释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趋势是非常的明显那再看韩国跟这个台湾呢，其实在差不多也是经历了25年超长的增长之后他们的增长率也从这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比如8点几的一个水平也比较快的回落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大概4%左右。那么中国现在当然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可是我们必须预料到作为类似的一个发展模式的一个经济体由于它超速的这个增长，它的这些过去支撑这些增长的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包括资本的投入包括城乡劳动力的转移包括城市化等等这些因素呢，实际上都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出现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所以这些因素可能会发生同一个方向的变化。那么这个也是帮助我们来理解东亚经济为什么在经历超长增长20年、30年以后它的经济增速会大幅度的这个回落不过有一点
我相信经济学家会认同，就是说，当这个经济从超长的增长转向中低速的增长的时候，我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的发展的这个阶段已经发生了变化。假如我们看日本跟东亚四小龙，其实他们在经济出现明显的减速的这个时候，他们的人均 GDP 呢，按照购买力换算，其实已经是很高。他们比如说日本是当时美国的差不多是60%，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那东亚四小龙其实在8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这个明显减速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人均 GDP 差不多也是日本的60%、70%这样子。那么所以事实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从收敛的角度来讲真正决定你的这个潜在增长率的，不是你曾经达到的这个增长率的水平，也不是你的收入的绝对水平，是你收入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一个相对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小，当然你能够维持的潜在的增长率，当然就会也这个越低那可是这个中国的情况呢，就目前来讲，我想我们都知道，即使按照 PPP 购买力换算的话，它也只有差不多发达经济体的10%到20%那如果是这个水平的话，那我想这个潜在的这个增长的空间还是很大因为我们要收敛到或者说要接近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这个收入水平的话，那我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初步的这个估计应该有15到20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可以接近这个像这个高收入国家的差不多一半到60%的水平。那么这个就意味着说，当我们考虑这个potential growth 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必须得考虑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些这些经济结构的现状，以及未来这个结构可以调整的这个空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化，就是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的这个规模，那现在也只有一半那如果未来要有70%到75%的这个水平的话，那其实意味着说我们每年要有差不多1个百分点的这个转移的速度，那意味着说未来我们可能要差不多有2亿多人2.5亿人要转移出来。那从就业角度讲，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很多经济学家都谈到，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第一产业吸纳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比重还有36%这个比重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对 GDP 做出的贡献也就是10%所以从36要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吸纳劳动力的这个比重，要降到跟它对 GDP 的贡献，也就是10%的这个比重相当的这个水平，那么也需要在劳动力转移这个层面上，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话，它需要转移出差不多要20个百分点，甚至于25个百分点。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未来的这个增长的空间，我们用20年，用甚至于更长一点的时间来框算，我想是有道理的那这个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我们的所谓人口红利的消失。当然，这个消失并不是一夜之间。如果我们看上面这条线的话，其实在15年以后，根据测算，总的劳动力当中，就是15到65到64岁的这个劳动年龄呢，其实它会在15年以后经历大概10到15年的一个水平保持基本不变的一个水平。换句话说，可能要在差不多2030年以后，真的这个劳动人口的减少，绝对的减少才会发生。所以这个并不是马上就到来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就是在我们的人口当中，劳动年龄的所占的份额它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情况呢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已经开始逐步的往下走逐步的往下走。这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人口增长的速度的确是在放慢是在放慢。所以现在如果说中国现在面临这个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上面的一个挑战的话呢，我想这个挑战也是目前很多人很关心的我们能不能这个来应对的一个挑战，就是第一，我们的人口当中的这个劳动年龄它的增速是在逐步的放缓，就过去平均可能有2%以上的这个增长，现在已经降到差不多1多一点那么这样的话，甚至于有人预测，可能在10年以后呢我们劳动年龄的这个
人口的这个增长呢，可能会变成负的增长啊。那么换句话说，这样的就是劳动力的增长的速度是明显的在放缓，而且已经在发生。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就业的这个增长，就业创造的增长。过去我们在它的增长速度一直是高于 GDP 增长速度的，但是这些年已经是开始接近于 GDP 的增长。那么未来的这个情况一定会导致它会低于 GDP 的增长因为现在我们的就业这个比率已经很高，接近80%，所以我再去这个靠大幅度的增加这个就业机会来满足这个就业增长需求的这个条件也发生了变化。那最后呢，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本这个存量也已经很大资本跟这个GDP 的比重呢，现在已经比较高。那么这个有多大的可以这个回旋的空间比如说这上面这个图就告诉大家说这个资本产出比呢其实已经接近已经接近3已经接近。当然这个总的水平呢并不高，因为发达国家可能都在6、5、6这个甚至于更高但是它的增长呢这个速度呢就不可能将来这么快。那么还有就是投资占 GDP 的比重那么现在是大概40%多一点。如果我们用这个这个支出法，用资本形成来算的话，那么这样未来它的可增长的这个空间呢，当然也是很有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我想对新一届的这个政府特别是李克强政府来讲，其实我们得面对这样一个高速的经济体，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之后，它所很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得注意到原有的支撑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的这些要素的条件，在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的发生，意味着说，中国未来虽然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的空间，还有很高的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但是这意味着说，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在政策上需要把更多的增长的源泉转移到能够提高单位的投入的这个产出上面，也就是提高到生产率的增长上面因为你的劳动力的供应的速度在放缓，你的资本的这个增长也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快，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的潜在增长率是要更多的依赖提高生产率的这样的方式来实现。那么我想中国现在的这个提高潜在增长率的这个空间呢我认为更多的要把它放到加快这个结构的这个变化这个层面上比如说就刚才我提到我们3大产业里面，从就业比重上来讲，第一产业还是吸纳了太多的就业。可是如果你看它的这个产出的这个贡献，第一产业呢已经只有10%以下，所以这个里面就蕴含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构调整的空间。比如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人从农业、从农村转移出来，那么我们的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幅度的提高。现在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结构的这个变化速度放慢了这样导致更多的这个农村和农业的人口不能够很好的出来。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我相信李克强政府会把这个城市化、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这个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这个意味着说，我们未来有20%到25个点的城市化率的提高，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缩小由于这个农村跟城市这个收入上面的差距所导致的中国的总体的这个收入分配的这个差距。因为按照研究的话，我们大概有1半甚至于到70%的中国的这个收入的这个经济系数其实是可以用城乡之间的这个收入不平等来解释的。所以城市化不仅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的收入，而且有助于事实上来缩小城乡之间的这个差距。那么城市化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担当，比如说它可以更公平的来分配教育跟这个医疗的资源，这个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健康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当然是非常重要。同样，城市化我认为短期里面也可以
可能有助于来调整我们的我们的土地不平衡的问题。比如说大城市的这个土地过分的紧张，导致这个房价上涨过快等等。我想这个都跟城市化的不足有很大的关系。那我想中国跟其他的这个小型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还有一点不同，就我们研究发现有很多小的开放的经济体，他们在遇到这个类似阶段的时候，他们更多的就业其实是需要靠服务业的发展来满足。那我们都知道，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会比较慢。相对于制造业来讲，它会比较慢的一个领域。那么中国，我相信因为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经济的体量，而且有更多的内陆地区它的工业化的程度远远低于这个沿海发达地区。所以我想，中国不需要像很小的经济体那样，就迅速的在这个结构调整跟要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时候，没有办法，只能靠服务业来维持。我想我们有足够的这个。空间跟时间来继续要靠制造业的这个发展来维持或者是来提升这个大多数人的这个收入水平，也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在这个阶段上，可能主要的还是要依赖我们的这个制造业部门，而不是把重心放到这个服务业。那么当然，我们还需要考虑这个我们要去发展，在未来要去发展我们的这个所谓高生产率的这样的经济活动。这样的部门因为这个对未来这个潜在增长率的维持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这样做也其实符合我们对中国人口的这个素质在未来的这个结构变化的一个总体的预期比如说现在这个很多人的研究都发现中国在未来20年其实劳动力的这个结构会发生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有2个，一个就是总的劳动力的这个增长当然是会我前面已经讲到是会逐步的下降，劳动力的总的规模到20年以后会减少，比如说这个1500万会减少1500万。那么，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它的结构，这个就是大专以上水平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占比或者这个数量。会大幅度的这个增加，那么也就是说，将来的我们的劳动力总的规模虽然会下降，但是我的规模里面受教育的，就是有技能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比例是大幅度上升的。所以今天我们谈论说我们的人口红利会消失掉，我想这个其实不可怕，因为重要的不是劳动力的数量，重要的是劳动力的生产率。如果他有技能，他有更多的这个知识的装备。那么它的产出率就会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对于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的这个维持是至关的重要。那么需要我们在经济的这个层面上，在政策的层面上，要去鼓励我们的这个生产率更高的这样的部门能够这个创造更多的就业那么这个可以 1 minute， 这样可以跟那个就是我们现有的劳动力的这个未来的结构的转变能够匹配。当然，我想其实为了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刚刚樊纲教授讲到了这个改革的问题，我这里稍微提一句因为中国在现在去应对10年、20年以后潜在增长率的这个可能的变化，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经济结构怎么样有助于转变到能够创造更多的高生产率的这样的就业机会能够更多的靠城市化来促进这个经济结构的未来的这个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知道城市化就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不是一个造成的这样一个概念。城市化其实是一个推进结构转型推进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平台如果我们把这篇文章能做得好，我相信中国未来的潜在的这个增长率在10年、20年能够有7%、8%我想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好，谢谢大家。